1920年，匈牙利医生贝拉希克进行了一项颇有争议的实验。他找来数名女性，其中有些正在生理期，请她们暂时拿着花朵。希克的解释不但不科学，还助长了关于生理期的陈年迷思。他的结论是，生理期的女性身体会排放毒素，这些毒素足以杀死植物。虽然要到数十年后，希克的月经毒素假说才被驳斥，但这点想法引发了一连串关于经血组成成分的研究。最终，有一项发现解释了经痛的来源，50%至90%有生理期的人在生理期期间都会有腹部或骨盆腔的剧烈绞痛，学术上称为月经困难。每个人的状况有所不同，从轻微的不适到不亚于分娩疼痛的宫缩式绞痛，绞痛有可能延伸到背部和大腿，且伴随着腹胀、恶心，甚至呕吐感。有生理期的人当中，至少10%会因为这些症状太严重而必须要终止平时的活动。专家将经痛分为2大类型：原发性和续发性经痛。续发性经痛的经痛可以追溯到潜在的疾病。另一方面，原发性经痛则更常见许多。这种难受的经痛无法与任何潜在疾病拉上关系。尽管希克的实验非常误导人，仍然为进一步了解经痛打下了基础。虽然早期的研究者在60和70年代都没有找到月经毒素，但研究经血的科学家确实发现了一种化合物——前列腺素。进一步研究发现，许多经痛相当严重的人经血中的前列腺素浓度通常也比较高。前列腺素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刺激子宫肌肉收缩，在生理期期间让子宫内膜能顺利剥落排出。一般认为，高浓度的前列腺素可能会让收缩更剧烈，导致疼痛。此过程也可能导致血管收缩，减少氧气流量，并释放出会启动痛觉受器的化学物质。由于许多非处方止痛药，如那普洛仙和布洛芬，作用的原理就是抑制前列腺素，因此可以协助某些人缓解经痛。对某些人而言，荷尔蒙避孕药可以使子宫内膜变薄，进而减少前列腺素的产生，有助于缓解经痛。虽然前列腺素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并改变我们了解经痛的方式，但近年来，证据已证明前列腺素只是部分的因素而已，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可能会促成剧烈的疼痛，包括荷尔蒙、发炎、大脑神经传导路径，连微生物群都可能有影响。因为我们尚未完全了解经痛，现有的治疗方法不见得对每个人都有用。此外，谈论经痛可能会让人尴尬，或甚至连谈都不能谈，导致许多人觉得他们就是得要忍受这种疼痛。但经常为严重的经痛所苦并非小事。有些专家认为，重复经历疼痛可能会导致神经系统变得更敏感，很容易演变成慢性疼痛。因此，还需要做更多研究来理清这种极常见的现象，并开发更好的治疗方法。